在股市当中呢，经常听到一个词叫做高抛低吸，但到底哪里是低呢？一进去半山腰被套，只能眼巴巴等着回本认怂。朋友们，这样的心态说的是不是你？今天呢，我们再来讲一个胜率在80%以上的底部形态，我还会加上一根均线，让这个底部形态的胜率提高到90%以上，新老朋友都能拿来激用。这就是非常常见的底部形态杯柄形态，英文是 Cup Handle。因为这种形态呢，看起来像一个咖啡杯，所以叫做杯柄形态。如果我们观察过去的标股和强势股会发现很多的标股在打底的时候都会出现杯柄形态。这支影片呢会分成几个部分。首先呢，我会用一些真实的例子来说明为什么杯柄形态非常值得学习。然后呢，我还会介绍一个标准的杯柄形态的特点，让大家能够分辨一档股票呈现的价格形态是否是杯柄形态。我还会分享杯柄形态的买入时机，我会结合一条均线，也就是50日均线来提高这个方法的获胜概率。其他地方呢，可能你听不到这样的加料策略。最后呢，我还会用台积电作为例子，让大家重温影片的重点，帮大家回顾这个视频当中学习到的知识。如果觉得这支视频的内容对你有帮助也记得帮 Harry 点赞、订阅和打开小铃铛，这样呢，你就不会错过任何和股票投资相关的内容。按赞和订阅对你来说可能是一件很小的事情，但是对于创作者本身来说意义重大。大家的支持就是我们不断更新的动力。先看几个例子大家就会明白为什么这种形态非常值得我们学习。首先看一下美股特斯拉的日线图，在这个位置呢，特斯拉产生了一个杯柄形态，股价突破了这个底部形态之后，一路上涨，涨了185%。但如果你在错误的位置买入或者是追高，即使买的是同一档股票，也可能会输大钱。例如在这3个红色的圈圈的位置买入特斯拉的话，你可能会输掉30%。那一个例子呢，可能只是巧合。我们再来看一下微软，这是它的日线图，在这个地方呢，同样它产生了一个杯柄形态，突破这个形态之后，股价在几个月内大涨了一段。但是如果在错误的时机买入，一样可能会输掉20%到30%。从以上的例子呢，我们可以总结出几点：第一，一档股票呢，即使它的基本面或者前景再好，也要在适当的位置买入才容易赚钱。第二，底部形态可以帮我们找到适当的买入时机，因为突破底部形态之后，有机会伴随一波持续较长时间的涨幅。第三，杯柄形态呢是常见而且非常有利的底部形态，所以是一种非常值得学习的形态。好，那什么是杯柄形态的特点呢？首先我们来看一下，第一，这只股票呢原本要处于上升趋势当中，并且涨幅达到30%，它只是涨多了要回档整理，或跟随大盘回档修整，产生一个新的底部。第二，底部的深度一般要小于40%，底部深度是从高位回档开始算起，从高位回档到底部的最低点，这个回档的幅度要小于40%。但有时呢，大盘会出现较严重的回档修整。如果美股大盘的回档幅度较大，这个时候底部深度在50%左右仍然是可以接受的。但如果底部的深度超过了70%，甚至是100%，那应该就是这个公司的基本面出现了问题，只是我们还没有知道。我们应该避免选择底部过深的股票。第三点，打底的时间也要够长，整个底部的建构时间至少要在7个星期。底部建构的时间越长，我们才可以期待突破底部之后有一波能够持续较久的升势。如果打底的时间过短，我们也很难期待突破底部之后有一波大的行情。杯柄形态是由杯身和柄部所组成的。那杯柄形态的第4个特点就是整个杯身应该呈现一个 U 型，而不是一个 V 型。一个 U 型的底部才能够把一些没耐心的 weak holder 震走，剩下的都是些 strong holder。第4，柄部的特点。接下来呢，我们要讲解到的就是咖啡杯的柄部的特点，也就是 handle 部分的特点。柄部呢是整个形态非常重要的一部分，因为柄部能够充分发挥洗盘的作用，把一些没有耐心的投资者震走，留下的都是一些 strong holder， 这样呢有利于后续的升势。一个标准的柄部呢也应该符合以下几点：第一，柄部建构的时间至少要有1个星期才算是合格的柄部，从回档的第1天算起，至少要5个交易日。第二，当股价回档有机会形成柄部的时候，我们要注意回档的成交量应该要小，甚至是大幅的萎缩，这样呢，我们才能够知道卖压是来自于散户当中的 V holder， 而大户或者是投资机构并没有大幅的卖出股票。第三，柄部的回档幅度也应该要小于12%，如果回档大于12%，它的结构会比较松散，交易这档股票的风险也会较高。第四，也是很多看图高手容易忽略的地方，
整个饼部应该在50日均线以上和杯身的上半部分发展。如果饼部在50日均线以下，或者是杯身的下半部分发展，显示出市场对这个股票的需求还不够强，整个形态也容易失败。我们可以把这根线呢看作一个风控总监，如果你把这个风控总监请出来，它会帮你牢牢地看住这个获胜的概率，也能够帮你把这个风险踩在脚下。以上就是一个标准的杯柄形态应该具备的特点。这些特点呢，能帮大家辨认一档股票的价格形态符不符合杯柄形态的要求。好，那接下来呢，我们就要讲解到杯柄形态的买入时机。买入时机呢有3个重点。买入任何股票之前，我们都应该先确定大盘处于一个上升趋势当中。大盘处于上升趋势时，个股成功突破底部的几率才会更大，胜算才会更高。如果你不知道怎么判断大盘的趋势是上升通道还是下降趋势，可以 follow 我的行情视频。我的行情视频呢，会运用山海趋势图去观察大盘和个股的趋势。如果是老同学看过的，也想自己用山海趋势图随时随地的把握趋势，自己操作更灵活的话，也可以在评论区置顶处找到我的助理老师，他会告诉你怎么下载使用。好，确定大盘处于上升趋势之后，当这个股价以大成交量突破饼部的最高点时，就是买入时机。在饼部高点的5%的范围之内，还是比较合理的买入范围。但如果超过了5%才买，就有可能开始追高了。那知道了杯柄形态的特点和买入时机之后，我们再来看另一个例子，来巩固一下刚刚所学到的知识。这是美股台积电的日线图，先来看一下台积电当时呈现的一个底部形态，是不是一个标准的杯柄形态？台积电呢，原本处于一个上升趋势当中，并且涨幅超过了30%，整个底部的深度大约是28.5%，这符合了底部深度要小于40%的特点。那它整个打底的时间呢，长达4个多月，打底的时间呢，超过了7个星期，杯身也呈现出一个 U 型而不是 V 型。再来看一下它的饼部。整个饼部呢由15个交易日建构而成，符合至少要5个交易日的要求。回档的时候成交量也较小，显示出投资机构呢并没有大幅的卖出股票，只是挣走了一些 V holder。饼部的回档深度呢大约是6%，回档幅度小于12%。而且呢，我们能从饼部回档幅度较小，看出市场对这档股票的需求非常的强。整个饼部呢也是在50日均线以上发展的，同时也在杯身的上半部分发展。所以总的来说呢，这是一个非常标准的杯柄形态。那当时的大盘趋势呢，也处于一个上升趋势当中，可以买入个股。台积电在随后的几个月当中，从58元一路狂涨到140元，涨幅高达140%。好了，杯柄形态的教学就到这里。由于信息量比较大，大家可以重复的观看几次，以达到最好的学习效果。那未来呢，我也会出双底形态和区间形态的教学，记得帮 Harry 按赞、订阅和打开小铃铛。如果你对股票技术感兴趣，也可以在评论区打出9字，既可以获得独门秘籍一份，也可以获得进入内部课学习的机会，让你从新手小白轻松的晋级到技术派高手。好了，今天视频到这里，我们下期再见，拜拜。